大家好，我是金建。这个视频我想介绍一下用财务管理项目里边的 working capital，这是一些声明。working capital 中文呢可以说营运资本。财务上营运资本的定义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那流动资产呢有现金、存货、应收账款；流动负债呢有应付账款等等。流动的资产里边的存货应收账款呢增加的越多，代表呢企业可利用的这个额外资金就越少，而流动负债呢增加的越多，那企业呢可利用的额外的资金呢也就越多。营运资本的变化呢反映企业对资金利用的能力，那也是呢反映企业营运的能力。那么对于咨询项目，什么是 working capital 呢？顾问呢给客户提供服务，然后呢按阶段呢完成工作开票，包括已经完成的工作已经开票，并且呢收到了钱；已经完成工作，然后已经开票还没收到钱；已经完成工作呢还没开票；还没做的工作呢算 forecast 部分。那已经完成工作已经开票并且收到了钱，这个呢是现金。已经完成工作并且呢已经开票还没收到钱，这个是应收账款。已经完成工作还没开票，这个呢是未开票收入。财务上呢定义呢这些都是流动资产但是呢从项目营运的这个角度来分析 working capital 的时候已经收到的钱呢对项目来说呢是固定的，就不包括进来了。因为呢我们主要分析投入的资本 working capital 的变化。流动负债呢应付工资，我们呢其实是当月月底付工资的。可能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但是呢都是特殊情况下的内容，比较少。所以呢当我们分析这个项目的 working capital 时就是看已经完成的工作并且已经开票还没收到钱，和已经完成工作还没开票这两部分的总和。当我们已经完成工作超过我们的开票金额时呢，也可以称为未计费的服务。当我们已经完成工作少于我们的开票金额时也可以称为预付账款。那项目的 working capital 意味着咨询公司的资本投入，意味着咨询公司履行合同的义务，而客户取得了控制权。那 working capital 呢可以看作客户融资，我们实际上呢是在贷款给客户以弥补我们提供服务和客户为这些服务付款之间的时间差。正如营运资本的变化反映这个企业营运的能力项目的 working capital 的变化也反映出项目经理的营运能力。一个项目很多工作完工了，但是呢又收不到钱，很显然呢是出了问题。这里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叫 Days of Service Outstanding， 就是完工后多少天收到钱。在咨询项目里边那 DSO 是衡量这个咨询公司从提供服务到收到现金的流程效率的这个指标。作为一个咨询公司必须要降低 DSO， 标准的付款条件是30天，因此呢我们都应该以30天或者更短的 DSO 为目标。那 DSO 呢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不仅呢是对 working capital 的余额产生 capital charge， 而且呢高的 DSO 也可能预示着其他的问题，比如呢坏账或者呢 EAC 发生的潜在的变化。那对于上市公司外部分析师也会关注这个 DSO 的指标，如果他们达到了35到40天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询问企业发生了什么问题。好，我们再来看这个 capital charge。那 working capital 就是已经完工还没收到钱的部分，相当于咨询公司老板呢投资在这个项目上。那对咨询公司的老板来说同样的这些资本，那如果投资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去买理财，
还能有个年化5%的收益啊。那投入这些资本做项目，显然呢是希望能超过理财的收益，而且呢本来说好30天以后收钱的，超过以后如果钱还没收到，不是更亏吗？那么公司就设置一个投资回报的指标，作为一部分项目的成本，就叫做 capital charge。那在财务中有叫 economic value added， 叫经济附加值可以用于各种行业以及不同的这个业务场景，有一些公式的这个计算有点复杂，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呢，这个 EVA 就是评价资本的回报。那 capital charge 就是咨询项目中的 EVA， 它呢根据期末的 working capital 乘以一个特定的年化利润率得到比如呢年化12%的利润率，那么每个月就是1%。那如果一个项目完工了一部分，那 working capital 呢是100万，但是呢这部分的工作客户还没付钱，等超过30天以后就要开始计算这个 capital charge， 过了1个月就是1万，而且呢一个月一个月累加回到我们计算这个项目利润的公式，收入减成本减 capital charge 等于项目的利润。那项目完工了，钱收不回来，这个利润呢就随着时间被一点一点的吃掉了。这呢也是对项目经理的这个考核。项目管理不是交付了就可以的，钱呢要能收回来，还要按时间呢收回来。好，总结一下，working capital 呢是已经完成的工作还没收到钱的部分。working capital 呢是咨询公司投入项目的资本，而且呢还没收到回报的部分。working capital 的变化呢反映项目的这个营运的能力。days of service outstanding 呢是用来衡量这个项目投入到得到现金回报的效率。capital charge 呢是基于 working capital 的期望回报值，目的呢是让我们要关注资本回报，而不是简单的利润。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